烟云16声上线半年来，网络上对这款游戏的讨论就从未停止。问的最多的就是这款游戏的剧情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封神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款网游的剧情完全可以媲美3A 大作。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读懂剧情背后的故事。在烟云16声的游戏设定当中，主线、支线、辖界、奇遇等等碎片化的剧情，让许多玩家摸不清头脑。再加上很多有深度的剧情需要依赖历史背景，更是劝退了很多玩家。5月16日，伴随烟云16声2周版本正式上线，很多人问主播，烟云16声现在到底值不值得入坑？版本落后太多怎么办？那么恭喜您，本视频后是1个月，用2个小时为您详细梳理烟云16声主线剧情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从清河不现仙的少东家，到开封城里堂前案，再到梦回大唐河西的故事，用一个视频为您讲清楚这款剧情封神的武侠世界。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借兵扶持自己，建立后晋政权。同时，辽太宗与石敬瑭也有一父子，石敬瑭也被称为儿皇帝。公元938年，儿皇帝石敬瑭按照约定，将烟云16州割让给契丹，往后的数百年里都未能收复。此后，后晋皇帝石重贵遣使出使契丹，想要摆脱儿皇帝的身份，恢复称臣，结果议和失败。于是公元946年爆发中渡桥之战，后晋将领王清避战而死。中渡桥之战后，王清的义子天权企图将燕带着襁褓中的主角躲避追杀，而似乎这个名叫郑冠杰的玉佩背后藏着某些秘密。而就在逃亡途中，江燕遇到了艾帝座下吴相皇，而艾帝指的就是唐朝末代皇帝李祚。在与吴相皇的一番战斗后，江燕最终战胜，而正当江燕离开之际，似乎有什么东西困住了吴相皇。正当江燕察觉到异常回头时，发现陈子熙为自己挡下了致命一击，而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唐哀帝。江燕带着襁褓中的主角来到清河不现仙，烟云16声的故事便由此展开。江燕带着襁褓中的主角来到清河百草园，过起了一段似乎远离江湖的生活，而江湖的故事似乎伴随着主角从小到大的整整16年。武功高强的江燕成为了主角口中陪伴自己长大的江叔，一直对江湖满心期待的主角也听惯了江湖的种种故事。有以柔克刚的醉花阴，有将歌舞戏曲融入武学招数的梨园，有文史气息浓厚的文经馆，有爱好喝酒偷壶的狂澜，有血气方刚的三更天，还有行侠仗义的天权。江湖似乎在梦中，似乎也直指现实。在这16年里，生活在神仙渡的主角一直听着各种各样的江湖趣事，而神仙渡似乎是天下侠客的一片净土。而在神仙渡里，还有一处不现仙。不现仙最为出名的，要数那天下闲散的美酒离人泪。有人说离人泪醉人，可更多的人说不现仙的老板韩香雪更醉人。身为不现仙少东家的主角，韩姨的脸似乎在印象里从未变过。而在这16年里，除了江叔、韩姨，少东家的乐趣似乎更多的依赖于一个跟他一样同样向往江湖的活泼小丫头。周红线，你是不是打我了？谁想打你啦？我叫了你好久，好大声，你都不醒啊！他每每称呼少东家为老大，想要多听一些江湖的奇闻趣事。江湖伴随着诗意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危险，所以韩姨从不支持少东家习武，所以每次少东家只能偷偷溜出来，来到跟江叔居住的房子处学习江叔教给他的无名剑法。而3年前江叔的离开，也让少东家的剑法愈发生疏。直到16年后，一名黑衣人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场宁静。在短短交手几招之后，少东家似乎也隐约感受到了江叔的影子。黑衣人似乎并没有想要伤害他的性命，而是抢走了那个带有主角身世信息的玉佩，人也被打晕了过去。恍惚间，似乎有一阵稚嫩的声音叫醒了他，原来是红线发现少东家晕倒在了屋外。聪明的红线也很快与少东家发现了黑衣人留下的课文。少东家不想让年幼的红线参与到这些事情，便搪塞了几句。于是红线气不过，吵着说要去找韩姨告状。而直觉告诉少东家，这背后似乎与3年前江叔的离开有关。于是在房间一阵搜查过后，发现了藏在屋内暗格里的书信，似乎是一个叫魏某白的来信，而字里行间似乎暗示着江叔去找一个名叫田英的人。信里的梦鬼之灾重现，似乎有大事要发生。而江叔房间一直供奉的牌位，
似乎也被黑衣人上了3炷心香。这一切让少东家摸不清头脑，于是打算回去问韩姨。可刚出门，少东家便意识到红线还在生气。他想起来明天便是不羡仙1年1度开坛宴的日子，而红线最喜欢的便是广胡子的画板。于是少东家答应红线，经过将军祠的时候，保证让他第一个买到最新的画板。真的吗？我们现在就走，马上就走。红线最喜欢老大了。而在前往将军祠的路上，碰到了一名正在射箭的文景馆弟子，他叫冯继生。射击不精的他差点伤到少东家与红线。他说道：“君子无错，是因为君子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便将自己的射术心得献上作为赔礼。于是少东家便习得了一门奇术，名叫庭渊止水。在与冯继生一番切磋之后，他嘱咐少东家，传说中的死人刀也来到了清河，让少东家与红线务必小心。而这时广胡子的商队出现在夕阳映照下的神仙渡，想要第一个拿到画板的红线便抛下少东家，朝着广胡子的商队跑去。就在这时，少东家注意到一名天涯客，嘴里不断复述着天涯咫尺。或许江湖就是这样充满说不清的缘分，因为少东家是这3天第一个搭讪他的人，于是便将天下余土赠予了少东家。天涯客声称自己还有一物，更是了得。于是在少东家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便将那本武林录也一并带走。相应的作为答谢，天涯客请求少东家帮忙赶走一头熊。这世上各有命数，那熊皮与我是灾，与你又何尝不是缘呢？日后若遇我同道中人，可送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天下余土，他们会送与你的。在少东家轻松击败那头熊后，想起来红线还在将军祠等着他。来到将军祠门口，正巧碰上正在偷马的胖老兄和瘦老弟，结果没2下被少东家打了下来。将军祠的建筑称不上豪华，甚至可以说是破败不堪，就连供奉的将军像都没有头颅。可正是因为广胡子的商队常常在这里兜售商品，让原本凄冷的将军祠热闹了起来。而今天的将军祠似乎比往常更加热闹。今天将军祠来了一个名叫老金的商人，带着天泉门下的人在将军祠摆下了擂台，只要打赢便可拿下菜头。而红线早的为少东家揽下了这个活。一番打斗过后，所谓的神刀猛方穴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几招过后便败下阵来。而就在不经意之间，一只小虫从方旭的体内飞出，似乎有人暗中操纵。打赢了方旭，似乎找老金讨要彩头才是1等1的大事。可没曾想，老金竟将东拼西凑的画板土鸡蛋充作真寿蛋开出天价。在一番口舌功夫过后，少东家将讨来的彩头送给红线，而这次大侠传的主角叫做一刀。可是五马很好，松子糖也很好啊，还有那么多很好的东西，怎么能只买1个就回家呢？因为在老金那里买了太多东西，可好不容易也来一趟将军祠，红线担心没有钱买心心念念的松子糖，可更担心吃不到松子糖成为一种遗憾。而这时广胡子出现，声称要给红线买松子糖，便顺势帮少东家照看红线去了。在将红线托付给广胡子照管后，少东家照例在将军祠打听江叔的消息。可与往常一样，自从3年前江叔离开以后，便音讯全无。而就在这时，少东家遇到了红线的父亲周叔，他告诉少东家，韩姨知道了少东家偷偷溜出来，现在估计正生着气找少东家呢。周叔千叮咛万嘱咐，这次开坛宴韩姨有大事要宣布，千万不能松懈。于是少东家抓紧往不羡仙客栈赶去。刚到不羡仙客栈门口，便听到门口的宋六催促少东家，说韩姨在不羡仙客栈等着他呢。哟，这是哪儿来的风，把我们家贵客吹回来了？走进不羡仙客栈，便听到韩姨那熟悉的声音。可不管韩姨再怎么生气，当听到少东家讲述黑衣人的事情的时候，韩姨却只在乎少东家有没有受伤。少东家便再一次试探性的询问，如果韩姨能够放自己去江湖，肯定能够打败黑衣人。但是结果似乎也早已心知肚明，韩姨态度坚决，不能离开神仙渡半步。说罢，韩姨便打发少东家去给客人上酒。
而这时邵东家便开始听起了客人口中的江湖趣事，有人说着未央出天下富，有人谈论燕云16州的得失。而就当邵东家听着江湖流传的死人刀的传说津津有味时，店里的丁四称厢房的客人到了，让邵东家去帮忙招待一下。倦言一杯酒，凄怆起离忧。这就是离人泪吗？只见厢房里一名十分漂亮的女子，似乎在赞赏离人泪的味道，似乎有在伤感来年喝不到就太可惜了。就在这时，韩姨走进来，打发邵东家去次要催一下酒气。邵东家出了门，面对女子奇怪的语言，便忍不住在门口偷听了一阵，只听到这名女子叫做千叶。虽然听不懂二人间的谈话，但是直觉告诉邵东家，这中间似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邵东家来到祠窑，却看到满地的碎瓷器。原来祠窑的窑工送酒，想着开坛宴这几天祠窑也没什么事，就出去跟别人比武，没曾想回来竟发生了这等岔子。邵东家仔细观察发现，祠窑里不仅瓷器碎了，连设施都被毁坏，似乎存在打斗的痕迹。于是顺着打斗的线索，邵东家一路来到了祠窑深处，却发现事情似乎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在祠窑深处，只见之前在将军祠前偷马的两兄弟，胖老兄已经彻底断了气，瘦老弟还奄奄一息。邵东家扶着瘦老弟往窑洞外走去，却没曾想这一切都被凶手看在眼里。忽然之间，只见冰冷的一刀从天而降。邵东家确信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未见过这把刀，但是恍惚间充斥着熟悉的感觉，脑海里似乎听过他的故事。这是邵东家16年来离江湖最近的一次，也是最绝望的一次。平日里最令邵东家骄傲的武学，没曾想到这个男人面前甚至过不了几个回合。这也是第一次体会到韩毅口中江湖的危险。危难关头，邵东家终于用出了16年来讲述教给他的无名剑法，而这个男人似乎比你更熟悉这套剑法，仅一脚便轻松化解。他让邵东家带他去不谢仙找韩香学，说只是讨要个东西，不杀人。可面对这样一个杀气十足的人，邵东家怎么能够相信？他有点恼怒，说自己杀了一辈子人，可从来没有违背过誓言。他便是前不久大夏战的主角一斗，也是最近听过无数遍的传说中的死人刀。邵东家原本想让死人刀放了瘦老弟作为考验，可他手起刀落便将瘦子了结。即便死人刀说的再怎么令人信服，邵东家也不敢就这么轻易的将这样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角色带到韩毅面前。于是在邵东家假意带死人刀去不现仙的路上，将他带去了鬼寺。而正当死人刀感觉似乎有人鬼鬼祟祟之际时，邵东家赶忙脱身，借助鬼寺地下的暗道逃回了不现仙。邵东家找遍了整个不现仙，却唯独不见韩毅的踪迹。而这时活人医馆的窦窦道一句话提醒了邵东家，他说韩毅跟他的师傅天不熟一样，隔三差五一个大活人，跟凭空消失了一般。说是在医馆2楼待着，但从来不让进，听着也没有声音。于是邵东家找到活人医馆的学徒摇摇摇，打开了活人医馆的2楼。来到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宝物，更让邵东家感到惊讶的还有一份账单。邵东家发现活人医馆仅1个月的收入就足足高达3000两黄金，这可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收入。而就在2楼的窗边，似乎有十分明显的脚印，而脚印的方向似乎通往活人医馆后院荒废的井里。密道里暗无天日，机关密布，而比黑暗更令人感到恐惧的，这里的充斥着没有脸的人。而就在密道一处空旷的地方，邵东家发现了一只笛子和对应的一张曲谱。邵东家对着曲谱吹奏起来，而原本死气沉沉的无面人都跟随着笛子的韵律动了起来，似乎是他们心中的声音。而这时一名无面人询问邵东家，外面燕云16州怎么样了？邵东家满是疑惑地告诉他，尚未回归。而似乎在他心里，燕云16州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的。邵东家朝着密室的深处继续前进，面对满地数不尽的珍宝，似乎1个月3000两黄金的收入也不是很多。相比于金银财宝，更让邵东家感兴趣的是放在案板上的中原武林秘录。上面出人意料地记载着天下各大宗门、江湖门派，甚至无名无分的民间武学。从小便向往江湖的邵东家便学了起来。可突然间，邵东家突然心中气血翻涌，晕了过去。在感觉到一阵晕眩以后，
少东家似乎做了一个别有深意的梦境。推开房间的门，只看到外面遍布着幽魂，而通过与他们对话，少东家才得知那些无面人的身份。原来当年燕云16州被契丹夺走，无数英雄好汉心中悲愤不已，意图前往契丹做卧底。可是无奈汉人与契丹人在长相上差异明显，为了收复失地，只能整容。而在医术不甚精明的当时，难免存在整容失败的情况。为了不使计划败露，他们只能躲在密道里暗无天日，等待燕云16州的收复。死且不惧，何况一张皮？这就是这群无面人的由来。少东家继续前进，只见空中电闪雷鸣，一轮血月映照下的枯树上坐着一名女子，她手里喝着离人泪，似乎等待着少东家的到来。她身上似乎有种熟悉的味道，似乎在少东家眼里，她好像是韩义，又好像是心魔化身成的样子。恍惚间，少东家被一名无面人叫醒。原来他发现少东家在学习招式时走火入魔，同时他告诉少东家，无面人背后真正的筹划者便是韩一。他们习惯称呼韩一为洛神，正是韩一改头换面的本领，才有了这些一直想要夺回燕云16州的意识。他们再等，他们相信一定会等那么一天的到来。可我们知道，这一等恐怕就是几百年。少东家继续在密室里继续探索，发现活人医馆的豆豆豆也跟了下来，而他似乎也做了同样的梦境。少东家始终记得来，这里的目的是找到韩义，在寻找无果后，便从密道爬了上去。少东家来到韩义的房间，继续寻找韩义。一阵探索后，少东家发现了韩义的飞刀、香烛纸钱，还发现了韩义的半块镜子。镜子上的落款写着一个楚字，这不禁让少东家联想到破镜重圆的意思。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耳边。这时少东家才意识到，原来死人刀早就意识到他不会老老实实带路，才假意离开，一路跟踪到这里。忽然间，只见一群杀手来到韩义的屋前，放起了乱箭。多亏了有死人刀这个江湖高手在，没两下功夫，不知道多少人又死在了他的刀下。少东家似乎听懂了死人刀的暗示，没过多久，只见一名杀手站了起来，殊不知他也同之前的少东家一样被死人刀利用。于是跟随着这个杀手，少东家与刀哥来到了酒窖的入口。慢慢的，少东家也被这个江湖高手的智慧所折服，开始称呼其为刀哥。而在地窖里，竟然发现了消失了16年的梦魁。终于在清理掉酒窖的杀手后，少东家与刀哥来到了杀手的藏身之地。经验丰富的刀哥一眼便看出来了，刺客已经提前布好了3财阵，贸然闯入天王老子也难逃一死。于是刀哥说他去杀门后的刺客打破3财阵，而少东家则去杀掉那匹马，省得有变数。可正当刀哥准备动手之际，少东家还是信不过刀哥，于是将送酒给红线的酒槽豆扔了出来，让刀哥被敌人发现。爱面子的刀哥不得不与刺客大作一团，而少东家便趁势溜进了房间，竟发现了被抓住的广胡子和红线。于是少东家救出了他们，准备前往主殿寻找幕后真凶。少东家来到正殿，寻找这一切的背后主使，而少东家怎么都没想到，关在大殿的竟是之前真商队在将军祠前表演的五马人。眼见少东家进来，他发了疯一般朝门外呼喊大郎，没曾想真的应了刀哥的那句话，五马人口中的大郎竟是那匹马。一番战斗后，少东家击败了那匹马，而五马人竟从口中吐出来一个蛊虫，给大郎喂了下去。大郎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似乎变得更加凶狠。此刻少东家脑海中终于意识到梦魁是怎样的存在。在一次击败大郎后，正当少东家想要上前去观察一下大郎的情况，没曾想那马儿再一次站了起来，朝着少东家踢了过去。正当危急关头，只见一柄飞刀正中大郎的喉咙，蛊虫也飞了出来。原来正是少东家苦苦寻找的韩义来了。此时的刀哥勉强打败了3财阵，而正当少东家提醒韩义刀哥的危险时，发现原来韩义与刀哥是旧相识。回到神仙渡，韩义罚少东家抄书，少东家又与往常一样让红线帮他抄，答应抄完以后介绍刀哥给红线认识。红线一听是大仙传的主角一刀，便连忙答应。回到神仙渡，少东家找到广湖寺后得知，原来五马人是最近才刚从西边驿站加入商队，而且注意到他的马蹄子上沾着发光的粉，驿站里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洗地也有。了解完情况后，少东家来到韩义的房间，想要告诉韩义，却不小心听到了刀哥与韩义的对话。
原来刀哥从边关一路杀过来，只是受一个名叫楚清泉的天权门人之托，找韩义要将吴浪的秘密。而这时少东家顿时想到在韩义房间发现的带有楚字的半块镜子。韩义问刀哥为什么楚清泉自己不来，而刀哥却低下了头，告诉韩义楚清泉早已不在天泉，而是去了黑水城，而黑水城早已死绝，无一人生还。这世上没人会永远等着谁。月月人美满，不羡鸳鸯不羡仙。韩义来到弱水岸边，倒光了所有10年以上的离人泪，因为他知道离人泪等的人不可能再来了。原来韩义本就打算只等楚清泉最后1年，也本就打算在开坛宴宣布不羡仙全员搬走，只是没想到人没等到，却等到了他的死穴。可是在不羡仙生活了那么久，又怎么会那么轻易舍得？于是韩义让周叔告诉大家，再多等1个晚上，开坛宴过后马上就要走。面对韩义口中的楚清泉、黑水城，少东家似乎有好多疑问，但是韩义唯一告诉少东家的便是抓紧收拾东西离开。少东家不懂为什么未战先逃，哪里像江湖的好儿女，而韩义说江湖的好儿女都死在了江湖。少东家始终不明白，即便死了江湖的好儿女从来没有后悔，而韩义说他后悔了。此刻少东家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的走了，似乎这辈子可能就真的无缘江湖了。于是看到抄完书的红线，少东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如果有一天周叔死活不让红线去江湖，他会怎么办？而红线的回答似乎提醒了少东家。红线说他会找老大顶包，说是老大带他去的。而这时少东家意识到，江湖经验丰富的刀哥便是最好的替罪羊。于是少东家带着红线来到江叔小屋，找到了刀哥，想要拜托刀哥带他去开封。因为曾经少东家发过誓，既然学了江叔的剑，就要为江叔了结当年的恩怨。而刀哥却说少东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胡乱发誓，而少东家却坚定地告诉刀哥，发誓是发给自己的，难道其他人不在了誓言就当风过吗？而这句话正对了刀哥的脾气，也或许觉得少东家是真的适合江湖，于是便决定带他去江湖看看。唯一让少东家放心不下的，便是陪伴自己一同长大的红线。刀哥问红线，当大侠混江湖最怕的是什么？而红线的回答似乎正好戳中了刀哥，是爹爹妈妈的牵挂。于是刀哥便将路上带到的马送给了红线。红线非常喜欢，觉得自己离大侠更近了一步，于是给这匹马取名叫做滴答。在少东家骑着滴答带红线回不羡仙的路上，告诉红线自己离开后他就是老大。可懂事的红线这时更担心少东家的安全，于是少东家拿出了给红线准备的红披风，最后一次说着红线女侠哄他开心。可是年纪尚小的红线似乎什么都懂。老大，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万一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去的话，后面也要回来看我哦，不然我也会很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于是少东家与红线约定，要成为江湖双侠，一起锄强扶弱，行侠仗义。回到不羡仙，没曾想豆豆也来找少东家告别。似乎自从上次地空遇见之后，他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有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过去的脸，而现在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少东家来到了16年来的秘密基地，在这里似乎不仅仅有11年来为闯荡江湖准备了药品装备，更多的还有一颗热血少年向往江湖的心。哦对了，这里还有少东家珍藏的10年以上的离人泪。收拾完后，少东家写下一封江湖再会的信留给韩义，便来到了与刀哥约定好集合的破庙。少东家问起刀哥，楚清泉是个怎么样的大侠？原来当年楚清泉追杀刀哥，追杀了9次都难分上下，而第10次刀哥正好跟12杀对上，没曾想楚清泉不仅没有趁火打劫，还帮了刀哥一把。于是刀哥便立誓一定要帮楚清泉做一件事情，却没曾想楚清泉只是要求刀哥陪他喝酒。而刀哥之所以费尽千辛万苦来到神仙渡，是因为楚清泉死得太难看。刀哥赶到黑水城后，城里已经没有几个活口，即便楚清泉话都说不清楚，却还是要刀哥去找韩星炫耀秘密。一路上追杀刀哥和楚清泉的人实在是太多，即便刀哥没日没夜的跑，
可楚清泉还是死在了刀哥的背上。刀哥背着楚清泉的尸体又跑了很久，可在过黄河的时候，带子断了，刀哥没去捞，因为他觉得是楚清泉自己想留在黄河。而就当刀哥与少东家准备启程之时，看到一群杀手来到不现县，而刀哥终于告诉了少东家他们的身份，他们是江湖上的一个杀手组织，名叫绣金楼。而杀手上岸后，二话没说就杀死了红线的父亲周说。就当少东家准备下去救人之际，刀哥拦住了少东家，认为此时下去只会白白送死。而少东家见不得这些陪伴自己长大的亲人死在杀手刀下，即便深知能力有限，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刀哥似乎在少东家身上看到了楚清泉的影子，于是跟少东家一起杀了回去。少东家与刀哥来到不现县，只见曾经生活了16年的地方大火弥漫。面对经验成熟的江湖杀手，从未涉足江湖的少东家深知自己难敌其手，可是他必须去做。江湖就是这样，总是变幻莫测。只见一记火炮将刀哥和少东家分开，醒来后身边是神仙渡熟悉的伙伴并肩而战。从小生活在神仙渡的少东家和众人很快便发现神仙渡被布下了迷阵，于是少东家带领众人来到高处观察地形，发现九香塔之前搭了放火棚，现在还没怎么烧着。于是少东家救出困在神仙渡里的众人，将他们带来九香塔。或许是看到了红线，少东家心里的大石才稍稍沉了下来。来到九香塔前，少东家发现刀哥也在这里，但是似乎本就没有康复的刀哥伤势更加严重了。原来在与少东家分开以后，一个妖女从烟里突然出现，将刀哥打成了重伤。而这个妖女，刀哥之前便听楚清泉提过，这个妖女是绣金楼的一个头领，她常常装作别人意中人的样子。而今天的神仙渡也与3年前绣金楼围城一样，被妖女设下了迷阵。而想要破解阵法，需要有人逃出去，在外面指引方向。可如果真的能够逃出去，就都逃出去好了，何须指路？这个迷阵似乎无解了。一旁的红线听到刀哥与少东家的对话，便说他有办法。原来地道里拐角墙边有个缝，只有他可以挤出去，爬出去就是隐月山。因为红线前几天刚爬过，甚至告诉少东家隐月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可以躲在后面指引方向。可江湖不是画本，少东家也不敢让红线去冒险，便把红线绑了起来，将红线交给广胡子，放到九香塔的箩筐里去。在将红线交给广胡子带进九香塔后，少东家与刀哥连同神仙渡的伙伴一起坚守在塔外继续战斗。慢慢的，似乎有人发现就在远处的山上似乎亮起了一抹红色。少东家回想起刚才红线的话，似乎明白了什么。少东家顾不得什么安全，便转身冲进九香塔内。似乎少东家早有预料，箩筐里并没有红线的身影。一时间，少东家明白了，此刻的红线真的成为了往日里嬉闹口中的红线女侠，而现在她所在的地方便叫江湖。少东家知道红线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神仙渡，于是便带着众人朝着红色的方向破阵。但是看得见的抹红色的还有数不尽的敌人，而在这背后的便是妖女千叶。只见无数箭雨射向了山顶的红色，而年幼的红线又怎么躲过如此密集的攻击？只见山顶的红色倒下了，而又慢慢的立了起来。只见千叶用力射出一箭，这一箭直指红线射去。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滴答用身体挡下了这一箭，而滴答却倒下了。受伤的红线用尽全力将披风绑在了树上，而妖女瞄准红线又是一箭，这一箭射落了红线心心念念的披风，也穿过了红线大侠幼小的身体。身中数箭的滴答为主人撕心裂肺的悲鸣，而少东家脑海里萦绕着红线稚嫩的声音，是帮忙抄书的红线，是江湖大侠的红线，也是那个想治松子堂的红线。少东家像是杀疯了一般与刀哥前进，而妖女的出现更让少东家心中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即便他化作了寒衣的模样，即便长时间的战斗让少东家早已经疲惫尽，即便深知他是江湖上的顶尖高手，可少东家还是用尽全力杀向千叶。而这一剑似乎倾注了红线的力量，力量达到足以击碎地面，沉入了不现仙地下的九角。少东家醒来后，只见刀哥站在前面与千叶战斗，而这次少东家似乎真正领教了江湖的绝顶高手距离自己是多么的遥远，即便与大仙传的主角一刀联手，也无法从千叶手上占到优势。少东家心里更明白，如果没有刀哥，自己估计已经死了几百上千次。可突然间，少东家感觉到天地周边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而千叶也幻化成了黑白两人的形态。在这里，少东家没有了神仙渡的伙伴，没有刀哥的帮助，现在少东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或许习武16年的少东家真的是天资聪颖，没想到少东家仅凭一人之力，竟然真的打破了千叶的幻境。少东家醒来后，发现原本的酒窖除了奋力拼杀的刀哥和妖女千叶外，还多了许多绣金楼的杀手。而此时精疲力尽的少东家与本就没有康复的刀哥早已不是千叶的对手。就当充满绝望之际，只见少东家之前藏在这里的10年份的离人泪滚了出来。或许今晚过后，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喝到离人泪。少东家想起在不现仙第一次见到千叶时那句：这么好的酒，要是来年喝不到了，真是可惜呢。少东家请刀哥喝自己珍藏的10年份的离人泪，似乎都做好了必死的打算。伴随着离人泪的醉意，两人杀了一个又一个。刀哥问少东家还没有看过《江湖后悔》吗？可是少东家知道，刀哥、楚清泉、弱水岸便是最真实的江湖。刀哥用尽最后一点力将少东家推了出去，而妖女的镰刀也刺穿了刀哥的身躯。他用燃烧的灯笼点燃了地窖里所有的10年份离人泪。而正当少东家想要跑进去时，似乎是韩姨的手将少东家拉了回来。这就是关于神仙渡少东家的故事，这是他故事的开始与结束。对于世人来说，不羡仙和离人泪从此成为一个令人唏嘘的怀念。年少的侠客失去了他的家乡，他的亲人，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片白地是被斩断的后路和江湖之行的起点。自此，神仙渡成为了江湖上的一个传说。不羡仙的少东家和红线女侠也都葬在了那场火海里，而剩下的只有一个系着红线的江湖少年。偶然间，你发现了一封名为无缺的来信，他有请韩毅以洛斩的身份现身所谓的群英会，并与韩毅约定开封城外的麦香集相见。而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你有关。于是你坐上了前往开封的船，似乎是出于对烧毁的不羡仙的可惜，也似乎是出于对你这样一个无家可归之人的可怜。船夫为你讲述了开封的许多故事，这让初次离开不羡仙也初次失去少东家身份的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所改观。来到开封后，揽客车夫上来便给你上了一课。原来由于最近樊楼召开群英会，黑心车夫价值直接涨到3倍，而这次又是善良的船夫为你解了围。拜别船夫后，你便快马加鞭来到无缺约定的麦香集，而这里似乎没有你想象中的繁华，跟神仙渡比更是差得远。而来到麦香集，只见一个步履蹒跚、满面沧桑的奶奶走过来，而她佝偻的背上背着2担她的龟儿子。虽然这些龟儿子是奶奶亲手编织的，但是乍看真的如同活的一般。面对着奶奶的推销，你想起了船夫的忠告，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龟儿子究竟是何等天价，却没想到只要2个铜板。似乎是看到奶奶于心不忍，你给了奶奶2个铜板，而奶奶似乎是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般，用粗糙的手将她的龟儿子递给了你，说着：好玩啊，跟大侠走了，过好日子去了。谢谢大侠啊，祝大侠福寿平安。在送别龟奶奶后，你继续寻找信中的无缺。可是初来乍到的你，面对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不知该从何找起。而这时有个妇人注意到了你口中念叨的无缺，只不过他口中的是无绝聚宝盆。忽然间，前面的人群声中，无缺的声音吸引住了你，走到人群中去，只见一个自称来自未央城壮汉在推销他的生金盆。你一眼便看出来这是骗人的玩意儿，可没想到围观的群众竟然都相信了，还争抢着要上前一试。而刚才的妇女似乎跟你想的一样，说是这几天不知道有多少个自称来自未央的人推销自己的生金产品。心地善良的你当面拆穿了壮汉的骗局，却不料那壮汉竟然恼羞成怒，直接朝你扔过来一枚暗器。你迅速推开与你站在一起的妇女，生怕伤害到她，而你的钱袋子也不小心掉了出来。可最令你感到惊讶的是，那名妇女居然拿着你的钱袋子跑了。正当你要去追时，那几名壮汉把你团团围住，僵持不下。就在这时，一只猫和一尊会说话的财神像打破了僵局。他自称是未央城的4大掌柜，并丢下了一枚未央城的买命钱，便将几名壮汉给吓跑了。而这时你望向财神像，
这么好骗，我还有后手呢。她叫莹莹，看着很年轻，没有一点想象中掌柜的样子。她看你丢了钱袋，便说要请你吃饭，而眼看她来自未阳城，你便趁机打探起未阳城的事情。对话间得知，未阳城的东区公子本名温无缺，而今天东区公子在樊楼大摆群英会，说是要进献生金瓯。而之所以有这个所谓的生金瓯，是因为大宋铸铜钱，江南唐国铸铁钱，也称为唐钱。但是近些年来唐钱越铸越多，还缺斤少两，大宋就下令禁止唐钱流通。可是铜钱越铸越少，导致老百姓手中流通的铜钱也越来越不够用，造成了所谓的钱荒。而东阙公子的生金瓯便是解决钱荒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壮汉的生金盆会让百姓们深信不疑。莹莹带着你来到了客栈，却没想到他上来便打起了你离人类的主意。他说他认得出来，那是好酒，却不知道这是整个神仙渡最后一坛离人类了。在你眼里，这离人类不仅仅是一坛佳酿，还承载着红线、刀哥以及神仙渡所有人的念想。正当你察觉到似乎莹莹对神仙渡的事情很感兴趣时，他便借口肚子疼方便一下。你没多想，便在客栈等着他回来。可没曾想等到，试着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只听见客栈里的客人讨论着温无缺的生金瓯。又等了许久，你便忍不住去找店小二打听茅房的位置，却不曾想又被这江湖上了一课。店小二告诉你，他先行离开，甚至让你把账给结了。正当你为身无分文而发愁时，小二告诉你，他为你留下了个锦囊。打开锦囊，只见里面说要交给你化变冲击之术。所谓化变冲击，便是让你把离人类做抵押，换取一笔初始商资。锦囊中还留言说道，待取得商资后，打开黄色锦囊，而商机自在其中。身无分文的你不得已按照锦囊中的文字去做。打开黄色锦囊，只见里面的商机竟然是找到卖香粮店门外的外地商贩低价买进粮食，找到所谓的道主高价卖出。正当你疑惑这个道主究竟身在何处时，只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原来是当时将军此前摆了一台骗小孩的老金。看到你买进了所有的粮食，他便以神仙渡少东家还活着的消息威胁你，要求让利一成。在不得已答应后，得知原来他也知道道主的事情，于是他带你来到一处民居。你你也是来卖粮食的吧？鄙人福掌柜，幸会。只见这个看似傻乎乎的小姑娘自称是道主手下的福掌柜，并声称愿意高价买进粮食。刚来开封便接连碰壁的你，心里似乎察觉到不对劲，于是便让老金提前做好埋伏。结果真如你所料，你发现了钱袋子里的一封信，只见信上画了半块饼，写的江湖险恶，不如归去，似乎是在暗示之前引用的化变冲击。老金也发现了不对劲，原来这个福掌柜给你们的竟然是没有用的唐钱。于是迫不得已，你与老金找到了一个商贩卖了粮食。在卖掉粮食以后，你便急忙回到客栈，想要赎回离人类，却没曾想客栈的店小二告诉你，离人类早就被人高价买走，而买走他的人似乎是醉花阴的门人，而这似乎与樊楼的群英会脱不了干系。着急找回离人类的你，顾不得与老金费口舌，便将卖粮食得到的利润尽数赠与，并让小福带你赶往樊楼。或许你也感叹，没想到费尽万苦，经历了多少波折的你，也仅仅只是来到了开封城的门口。但是你也庆幸，终于来到了这个平日里只能在不限仙过客口中提到的开封。在过去无数次向往江湖的你，总是在想象第一次见到开封会是怎样的场景，或许是向韩乙证明自己，或许是在刀哥的陪同下开启梦中的江湖之旅。可是今日不限仙没有了，而有的只是一个你。正当你感叹热闹非凡的开封城竟然会有这么多骗子时，小福却一语揭开了热闹背后真正的开封城。真正的开封不是漂亮又热闹的开封，而是百姓心里的开封。的开封不能只用眼睛去看，要用耳朵去听。月儿升，月儿沉，我家有座居。快睡呀，睡着吧，记一声。
还给来，还给来！哭什么哭？老娘还想哭呢！月儿升，月儿沉，我家人歌曲。而这次，你才真正感受到繁华的背后究竟掩盖了多少战争的摧残，而你似乎也开始理解了多少江湖侠客努力的目的。你跟着小福走进了开封城，可上来便看到之前在卖香锦拿声金盆糊弄人的壮汉被官兵团团围住。原来官兵在他的钱袋子里发现了糖钱，而携带糖钱按照律法可是要到熔炉去干苦力受刑。壮汉连忙否认，说钱袋子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的。而你定睛一看，发现了正是之前你丢的那个钱袋子。壮汉一眼便认出了你，又一口咬定是你的钱袋子，可你怎么找也不像抱着孩子的妇女。但是那官兵似乎也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你，打算要对你和小福搜身。这时你才意识到，你的身上还带着先前卖粮食的糖钱。情况危急之下，你不得已又用出了江叔教给你的无名剑法。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这套剑法实在是在江湖上太过于出名，和上次刀哥一样，就在这危难关头，又有人认出了这套剑法，救了你一命。只见一个胖子放出了许多大鹅，缠住官兵，带着你和小福突出重围。兄弟们，老赵有的，来个大的！走。他说他姓赵，只是一个村夫，看着平平无奇的他，唯一不缺的便是人脉。他说他认出了你的剑法，问你是不是姓江。你意识到他认识江叔，但是已经在开封吃亏多次，又怎么敢就这么草率的承认？你很感谢他救了你一次，于是便称呼他为赵大哥。你告诉赵大哥你有急事去樊楼的群英会。赵大哥原本以为自己又搭上了大人脉，却没曾想你是个连群英铁是何物都不知道的江湖小白。而赵大哥告诉你他有办法。赵大哥带你来到樊楼外，而这时你才意识到，赵大哥的方法原来不是搞到群英铁，而是偷偷蹭别人的船，说船夫是他的兄弟。好巧不巧，船夫竟然是送你从神仙渡到开封，还热心帮你解围的那名船夫。就这样，你们连同一名官爷一同来到了群英会。来到群英会，初次面对江湖上各大门派的你开始不知所措，而身边的小福似乎显得资历不浅。小福一一为你介绍青椒堂的张错、文经馆的唐新慈，甚至还有之前在将军祠前擂台遇到的天阙房旭。走进樊楼，你们这才发现，为了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还需要2次查验群英铁。
而此时与你们一样没有群英帖被挡在外面的，正是江湖闻名的欢喜伉俪。原来这对欢喜伉俪原本都是男的，为了双修，其中一个选择了自宫。可是即便武力高强的二人，却依旧不敌醉花阴弟子。于是这时人脉深广的赵大哥又有了办法。而就在你等待赵大哥时，只见醉花阴弟子突然倒下。原来刚才夫妇二人用了阴招，重伤了醉花阴弟子，甚至还想要取下醉花阴弟子的面皮。就在这时，只见樊楼里一枚铜钱飞出，正中击飞了欢喜伉俪的刀。而这枚铜钱就是先前在麦香集见过的买命钱。一钱一命，对吧？嘿，夫妻的命可不是那么好买的。哦，我倒忘了，你们是一对儿，不丹麦。而就在刹那间，夫妻二人却将武器刺穿了彼此的身体。相公，轻者重之，重者轻之，轻重易位，乾坤倒转。早闻东阙公子以轻重之术扬名天下，若非今日得见，真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精妙之武学。你在不羡间听闻了无数过客讲述着东阙公子的风采，而直到今日，你才见识到，原来不仅仅是所言非虚，甚至不及本人万分之一。公子，让诸位雅兴了，大家请自便。待稍后开席，东阙公子自会与各位宴饮。正当你沉浸在东阙公子惊艳世俗的容貌之际，赵大哥带着能够进入樊楼的方法回来了。客官，贝安迷倒了吗？只不过令你感到惊讶了，你曾经或许想过赵大哥人缘好开封城的兄弟多，却没想到赵大哥居然为你们弄到了东阙公子左右侍从的差事，而这关系属实是有点太硬了。而就在你们换衣服时，小福却偷偷溜走了。顾不了那么多，想起来神仙洞的封无缺的信，你总算是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东阙公子的面前。而这时，这场群英会也正式开宴。东阙公子拿出未央城的生金瓯，说要邀请一人试一试真假，以解决钱荒之困。面对生金瓯的诱惑，江湖上的各大势力都蠢蠢欲动，想要占为己有。有传闻中九流门真正的门主、道主，长平仓的长平石沈一轮，以及金明之外间的女将军荣渊。开封地下诸道各事都在老子的管辖之中，老子若是从生金瓯掏出钱来，开封起码有1半人都被我挨饿，老子先是。要想开封不挨饿，须得长平仓丰足。本官身为长平使，理应当先。如今天下群雄环伺，开封人是否挨饿，也要看大宋是否太平。本将军奉旨修建五崖战舰，此举若成，可保大宋万世太平。本将军先来。而这生金瓯毕竟是进献给大宋的国宝，于是来自朝廷的开封府判官史大人前来一试。东阙公子提醒他，欲望越大，生金越多。而眼前这位贪财的史大人，最不缺的便是欲望。好啊，好啊！天下竟真有如此生金之奇宝！
符。生金欧，生金欧在这里。正当所有人围着生金欧打得不可开交时，好巧不巧，这生金欧就落在了你的怀里。面对江湖多重势力的包围，你那位赵大哥竟然出人意料的没有逃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报了官。正当听到报官的史大人来了底气时，一位大人物的出现让他瞬间低下了头。这一次，你又被赵大哥的人们刷新了上限。只见身居高位的开封府尹赵光义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他上来第一句话便是关心赵大哥有没有受伤。眼看有了府尹在场做见证，你便依照府尹所言打开布包，却没曾想里面竟然是一个夜壶。一番搜查过后，拿不出群英帖的你也陷入了窘境。看到这番场景，府尹便开始怀疑你的身份，而在一旁的东爵公子知道离人莫以杯中物，似乎早就认识你，而你也更加笃定了他就是你要找的吴缺。好在颇有人脉的赵大哥为你开脱，这才在府尹手下逃过一劫。作为交换，你必须服下7日断魂丸，在7日之内查明事情的真相。在看你服下后，府尹却要单独提审赵大哥。正当为赵大哥担心时，偷听到了对话更加让你震惊。只见府尹一口一个哥的称呼赵大哥，你也再次被这个看着不起眼的村夫的人脉所折服。7日时间似乎并没有很长，于是你们决定从现场查起。在一番搜索下，你找到了一个残损的面具。赵大哥的人脉又开始发挥作用。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聪慧过人，堪比卧龙的开封万世之蒲先生，他肯定知道面具的出处。而此时这位蒲先生今天就在西园，要找到他，你们必须得抓紧了。我买到了！好啊，蒲先生！可不管你怎么看这位蒲先生，都觉得他是个不靠谱的戏痴。而就在不经意间，你发现了蒲先生衣袖里掉出来的《论语》，而你也早已听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闻。出乎你的意料，这位万世之先生真的人如其名，仅看了一眼破损的面具，辨认出了这是九流门12种面具中的一种。这所谓的九流门不同于一般的江湖门派，它位于踏黄泉路阴阳交界之处的鬼市，而这九流门的入口需要在开封城东南的角门里找到摆渡人，买到船票。这摆渡人自称姬明生，人定死，现在这个时间是找不到他的。于是你们约定明天一早去角门会合。只是没想到你们竟然被这个蒲先生因为怕老婆放了鸽子。而好在蒲先生已经事先把联系摆渡人的规矩写在纸上交给了赵大哥，纸上写着黄泉路上一船一客，于是你便独自前往。按照蒲先生的规矩，你找到了红脸小乞丐，拿到了摆渡人的线索，而这摆渡人想要的价格竟然是一份难以拿到的红丝手绢。就当你费尽千辛万苦要拿到手绢之际，被朝廷的捕快察觉到。在一番围追堵截后，赵大哥的出现再次化解了危机。面对无数人的穷追不舍，他让你带着手绢先行离开。正当赵大哥逃出来爬龙困之际，没曾想他的化敌之法竟然是周捕头，老周，好久不见啊！老赵，哎呀，什么你呀，我的呀？嫂子最近还好啊？上次你背着嫂子藏的。带着手绢的你躲进了深巷里，却没想到遇到了先前群英会偷偷溜走的小福和之前卖你龟儿子的龟奶奶。而这个小福似乎与你认识的小福不太一样，似乎腼腆老实了许多。你顾不得多想，只听龟奶奶说她父母从小走得早，便在跟前照看，而龟奶奶还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样闯荡江湖。你打开了那封摆渡人想要的红丝手绢，而那里面赫然写了堂前进京的事情，说是开封源源不断的闹出堂前，九流门既然想要得到这封手绢，或许也牵涉其中。眼看龟奶奶住在这里，你便跟龟奶奶打听起了鬼市的消息，而龟奶奶便向你讲述起闹鬼的传闻，说是有一个卖草盆的妇女晚上来不及回家，便找了个棺材对付了一晚，谁知睡醒后发现街上到处都是鬼，甚至看到有无头的鬼要拿草盆当头用，并撒了一碗纸钱给妇女。妇女笑得昏了过去，可醒来后发现自己还躺在棺材里，而那鬼的纸钱都变成了堂钱。听到这个故事，你便明白了，从你进开封以来，一切似乎都与堂前脱不了干系。而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你的思绪。
打开门来，只见赵大哥与一位你的旧相识出现在你的眼前，是莹莹，一个自始至终都把你玩弄在鼓掌之中的人，而你却没想到，她竟然就是龟奶奶口中那个闯荡江湖的闺女。直到你碰到卖小米偷你钱包的寡妇，你才意识到自打你进开封以来遇到的小妇、莹莹、赵大哥、寡妇似乎早已是旧相识。而在仔细追问下，你才知道那寡妇偷你的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买药。而当龟奶奶听闻了寡妇偷你钱包的事情后，决定用家里的聚宝盆替她还债。而你面对龟奶奶的聚宝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见里面有各朝各代的货币，不知道是多少年的积蓄。而你察觉到这些年政权更迭，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此时的莹莹比你想象的懂事得多，她告诉周大姐，明天一早便去帮助周大姐一起挣钱，自力更生。就当在龟奶奶家里借宿之际，你发现了一封龟奶奶儿子的书信。在与龟奶奶交谈之间，你了解到他有个儿子在杜重威将军麾下，但是恐怕早已在当年中杜小时战中凶多吉少。看着书信的自己似乎与莹莹在客栈留的锦囊字迹相符，你也明白了这背后的故事。在一切都说清了以后，莹莹也答应帮助你查明生金瓯的真相。在弄清楚这背后的故事后，你与赵大哥在屋顶聊了起来。而正当你疑惑之际，赵大哥早已睡了过去。这时你想起了韩义，这江湖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睡醒的赵大哥与你聊起来当年参军的故事，而在他的口中，你大概也感受到了这位人脉颇广的赵大哥便是传闻中的义社师兄弟。而他的一番话也让你陷入了沉思。年轻的时候老想着磨快了刀，杀了坏人就能救人，可后来又觉得哪有那么多坏人，还不是打仗害的，得打赢仗才能救人。再后来会打仗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打仗，打仗也不能救人喽，都想当大侠，都想救人，可救人的路上却总是在杀人。俺有时候就想啊，你说这武功的武怎么会是止戈2个字呢？想起来开封府尹要求的7日之内查明真相，你马不停蹄便继续寻找生金瓯的线索。可是初来乍到的你面对偌大的开封城，直到苦苦找寻到第6天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好在你似乎感受到开封城里来路不明的堂钱正是这聚宝盆生的。事不宜迟，你们准备去九流门打听一下消息。来到角门，你们发现九流门的门人早已不在这里，却意外碰见了帮助周大姐卖货挣钱的莹莹。听了你的想法后，莹莹告诉你她有办法，只要卖货允许收堂钱，就能找到堂钱的来源。可令你们没想到的，这开封城里的堂钱简直多到数不胜数。正当周大姐吐槽官府收缴堂钱时，赵大哥却一番长叹：话咱们不能这么说呀，官府不让用堂钱，不都是为了大家伙？你看这铜钱是用铜做的，值钱，你今儿1个铜钱换2个馍，明儿还是这个价。那堂钱是用铁做的，不值钱。而就在此时，收缴堂钱的史大人偏偏来到这里。一旦你们承认堂钱是你们的，就会被抓到荣禄去做劳役，所以你们不得不将辛苦了一天挣到的堂钱拱手让人。可这拱手让人的不仅仅是堂钱，也是周大姐孩子的命。而史大人的一番话也让你彻底看清了这时代的乱象。铜钱不够用，可总有人有铜钱用，这个道理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个世上，有人收不收堂钱都能活下去，有人收不收堂钱都活不下去。关键是要看你怎么选。此刻你才意识到，南唐送来的堂钱是用铁铸的，源源不断的堂钱只会扰乱大宋的市场。而刚刚建立不久的北宋唯一能做的便是收缴堂钱。手里的钱没了，百姓怨声载道，民心也变没了，这便是南唐的最终目的。看着史大人收缴了你们辛苦一天赚到的堂钱，周大姐只能无奈地跪在地上。这老实人被逼上了绝境，或许什么都做得出来。此刻的周大姐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劝阻，嚷嚷着自己有办法。莹莹告诉你，她刚认识周大姐的时候，她是个很温柔的娘子，而就是被这世道逼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此刻你可以说他是为孩子而活，如果没有孩子，周大姐似乎早就死了。所以不要再打仗了，等仗打完，日子就会好的。也许吧，可是我怕他们等不到那一天。那就打快点。赵大哥可真有意思，那些大人物的对啊错啊的我看不懂，我只知道无论江南国或是大宋，都没想他们活下来。就是想才打的呀，只是这天下的事儿哪有那么多两全呢？是，不管这钱该不该收，有人该死。在听完赵大哥似乎别有深意的话后，面对官府挨家挨户满城收缴堂前的乱象，你跟莹莹担心起龟奶奶的安危。来到龟奶奶家，只见龟奶奶受到惊吓，嘴里念叨着11年前周军屠城的情景，看着眼前的莹莹，龟奶奶却认不得她。而在龟奶奶口中的话里，你察觉出来了一样，原来眼前的莹莹并不是真正的莹莹，而是高门大族的小姐，幸亏龟奶奶收养了她。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捉贼的呼喊声，龟奶奶也消失不见。过来！官爷，官爷，非常见，非常见呀！北大，北大，给我过来！好中味儿呢！这是谁呀？不要脸！不要脸！真是头的钱！差点把我们骗了，就该打死，就该抓起来！打得好！胖子，俺就是偷了砸了，俺就是偷了，俺就是偷了，俺偷俺抢，俺挖着货，你们不偷不成的，家都死！天福元宝啊，有些年头了。天福，现在不是天福年间吗？哼，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已经是大宋了。大宋不是天福，不是天福，天福是老大上战场的钱，老大谋的时候送回来的。老大谋啊！老大！伴随着街上传来的呼喊声，你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乱世下无奈的百姓和被逼上绝路的一个又一个普通人。你终于忍不下去，出手制止了这些官兵。而这时，史大人顺势便给你扣上了袭击官兵的帽子，他想要你的命。或许是以为你已是将死之人，便说道：“可惜生金瓯的案子就要查清了。”而在这时，莹莹出口喝止了史大人，声称愿意上缴龟奶奶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而你也真正看透了这世道的乱象。要是手里有剑的人都退了，那手里无剑的人该怎么办？而就当你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之际，你苦苦寻找了7日的生金瓯赫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本官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喂，那你见过本大侠吗？小福，想要生金瓯啊？喂，来追我呀！眼前的小福又给了你一种陌生的感觉，似乎不如先前的憨厚，也不如刚才的羞怯，甚至多了一丝你从未想过的莽撞。但是此刻的你顾不了这么多，你深知此时必须找到小福，才能弄清楚这一切背后的真相。通过偷听到史大人和官兵的对话，你了解到小福逃到了灰坑当中，而所谓的灰坑，只有比开封城百姓还要苦上10倍不止的流人。他们从来不知道家是怎样的概念，居无定所与暗无天日似乎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这时，只见一名流人嘴里嘟囔着钟声响了，出路打开了，你才沿着下水道找到了方向。而在下水道的尽头，你遇到了敲钟人。
敲钟人告诉了你方向，而你也发现了一把陌刀。这把陌刀刀身上刻着一个潦草的四字，而这个四正是无忧帮帮主红四。而这就不得不从当年的故事讲起。晋开运3年，契丹入侵开封城，而在长达1年的非人的侵略当中，朱佑生率领在开封鬼石子的众人奋起抗辽，九流门便一跃而生。而九流门中，正是依靠18岁的薛丑担任军师，善用陌刀的红四这些江湖的绝顶高手，九流门屡获大捷，也逐渐声名远扬。可就在契丹入场那天，红四手中还提着给爹娘买的药，却亲眼看到自己的爹娘死在了契丹人的刀下。而就在悲愤之际，九流门一众人竟然说着为了大义有些牺牲必不可免的。红四无法容忍自己的双亲就这样为着所谓不知名的大义白白死去，于是他扔下了手中的陌刀，成为了那个别人口中的背叛者。红四认为正是因为自己为九流门抗辽声名远扬，才致使敌人盯上了自己的双亲，甚至在九流门口中爹娘的死竟然如此不值一提。于是红四改名为红四，建立了无忧帮，广纳天下恶徒，是要将九流门一网打尽。回过头来，你顺着敲钟人的指引，遇到了一群无忧帮众与一名九流门的人，言语间说着要拿他去立功。你顺势救下了这名九流门门人，他叫王峰。他告诉你，小福已经往无忧帮的堂口鬼幡楼方向逃去。你终于来到鬼幡楼，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你被眼前的一幕惊讶到。这里与地面上的樊楼一样，充斥着歌伎表演。这里也与樊楼不一样，因为鬼幡楼之所以叫做鬼幡楼，正是地面上的樊楼有多么繁华，这里就充斥着多少罪恶，金钱赌博，人口买卖，这里无恶不作。你救下了这里面具下被迫表演的歌妓，而你也成为了众人敌对的对象。好在现在的你已经不同于清河的时候，你战胜了一众无忧帮众，甚至击败了绣花楼的任老三和鬼幡楼的客人可风。你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因为在这鬼幡楼里，打便是唯一的规矩。在救下表演的歌妓后，只听他像是失去了神智，嘴里重复着不去暗访。而通过在鬼幡楼间打听了解到，这鬼幡楼的女子都是坑蒙拐骗来的，不听话的便会被送到暗房里恐吓。可没想到，这鬼幡楼里隐藏的罪恶远不及此。在地下深处，横尸遍野，在这里似乎生命才是最廉价的东西，暗吊在半空中的尸体似乎是最常见不过一幕。面对着无忧帮拿生命当儿戏，你忍不了，一路厮杀。你来到了无忧洞的深处，看到了一个长相恐怖的怪物，他姓朱邪，而朱邪原本是后唐王朝的本姓。正当你要结束这一切之际，只见他重击之下地板碎裂，将你坠入了地下的河流。而这河流中充斥着尸体腐烂的味道，也似乎听到了无数尸体诉说着生前的意愿。终于你来到了一处洞穴，尽管这里布满了墓碑，可这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丝丝害怕，因为墓碑上面刻着的都是无数九流门英烈抗击契丹保家卫国的事迹，碑文的最后都亡于契丹刀下。似乎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没有知道他们的故事，碑文上有的也仅仅是他们的名字。继续前进，你终于看到了小福的身影，而此时的他正驻足在九流门前任道主的碑文前。正当你要追赶小福之际，却没曾想遇到了九流门的道主，而九流门的道主竟然是3头6臂的存在。在交手之间，你感受出莫名的熟悉，回想起这几日开封城外龟奶奶面前以及大街上不同的小福，心中似乎有了答案。在祭拜道主后，他们摘下了面具，果然不出你所料，你竟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3个小福。原来当年薛丑在比武场认识了他们3个，并带他们来到了九流门，彼时恰逢新年，在爆竹声下为他们取名福禄寿。在祭拜道主看到小福现身时，正当你要问清楚关于生金瓯的真相，没想到狡猾的福禄寿3人又一次戏耍了你。于是你便沿着3人留下的脚印再次追查起来。终于你来到了传说中的鬼市，这个九流门仅存的落脚点。而随着再次找到福禄寿3人，他们才真正讲出了这背后的真相。原来生金瓯是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东阙公子利用幻术布下的一场骗局，而让所有人信以为真的。数不尽的真钱都是醉花阴的弟子配合洒落而来。或许在外界看来，即便是个假的聚宝盆，手里没钱的百姓也宁可相信它是真的，这样最起码心里还有个盼头。可是在你看来，似乎事情远没有表面看得这么简单。要弄清楚生金瓯的真相，就要从这一切的核心人物东阙公子开始讲起。原来东阙公子温无缺并不是前任未央城主温韬的嫡亲女儿，
而是温涛的妹妹温宁与玉孤云弟子的私生女。未央城主温涛得知后非常生气，便草率地将温宁嫁给了温家的一个仆人。真正将温无缺逼上绝路的是面对继父的打骂和母亲的孱弱，而他也深知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能够联姻到一个好人家。于是温无缺剪短头发，装作男子，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来到了温涛的身边，这也磨练了温无缺毒辣的手段。最终温无缺得到了联姻世家的所有财产，甚至带回来了夫君的手机。这一举动也成功让他从默默无闻的私生女成为了与温无痕等一众公子齐名的无缺公子。长期的痛苦让温无缺练就了狠辣的手段，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最终他脱颖而出，成为了新一任未央城主。温无痕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而他也深知他必须更恶毒更狠辣，甚至失去自己的十几口亲眷。于是温无痕以温无缺的母亲为要挟，将其从未央城主之位硬生生地扯了下来。正当温无缺闭上眼睛，听着美命钱叮当滚落在地，等待温无痕了却自己生命之际，却听到母亲为自己挡住锋利的刀刃的声音。即便温无缺经脉震断，可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活下去，绝不能辜负母亲。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如何逃出未央城，只记得再次睁开眼时，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太祈求满天神佛能够救救她的女儿。看到温无缺醒了过来，龟奶奶竟然真的以为是莹莹回来了。回过头来，你意识到此时的开封城里官兵还在四处搜查。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闹剧，你带着福禄寿三人再次回到了角门，而碰巧你遇到了正在躲避官兵的莹莹。而这时你才注意到，史大人为了找出你们合生金瓯的下落，竟然威胁百姓要抓取熔炉服役。而见到了百姓疾苦的你，当下便做出了拦截官兵的决定。于是你们先来到龟奶奶家与小夫他们会合，可令你没想到的是，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周寡妇选择了出卖你们。而此刻官兵已然被周寡妇带到了门口。于是你决定独自拖住外面的官兵，其他人则掩护大家从密道中逃走。临走之际，莹莹交给了你一个锦囊，说是里面有她的身家性命。再次面对满脸横肉的石大人，看着周围被抢走孩子的周大姐，被不断欺压的百姓，你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而令你没想到的是，面对满脸横肉的石大人竟然丝毫不惧于你，说话间便提剑向你刺来。而忽然间，一个熟悉的人影挡在了你的面前，是莹莹，或者说是东阙公子。原来无阙为营。你看着东阙公子经脉震断后手臂流出的鲜血，也更加印证了你的说法。早就听闻东阙公子杀伐果断，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他的手里，却没想到此刻的他竟然让你带着龟奶奶快走。你也发觉此刻站在你面前的早已不是当年的东阙公子，而是真正的妍莹。当你再次与小夫他们会合，开始制定营救计划，忽然间你们打开了莹莹留给你的锦囊，只见里面赫然写着：金瓯已归，今夜散财，凡欲求财者，且唱乞怜歌，官家垂怜，宝盆自盈。而这便是莹莹最后一次画饼充饥。而这次你选择了无条件相信莹莹，既然她要这张饼，你们就决定帮她画。就在你们还在思考锦囊里的话时，龟奶奶恢复了神智，醒了过来。她告诉你们，莹莹不是俺的小鸟，她是俺捡回来的一只鹰。她要是想飞呀，俺都拖她一把。于是你们准备分头行动，小夫他们则按照锦囊中莹莹的嘱咐，号召大家去唱乞怜之歌，而你则决定藏进运钱车，进入熔炉。尽管你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可百姓早已对生金瓯的骗局失去了耐心。而就在这时，龟奶奶站了出来。月儿升，月儿沉，我家有个聚宝盆。来，小娃们来一块儿唱。月儿升，来一块儿唱啊！月儿沉，我家有个聚宝盆。来一块儿唱。月儿升，月儿沉，我家有个聚宝盆。孩儿莫哭，快水
你看着苦了一辈子的龟奶奶，在此刻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后的希望。此时的龟奶奶不仅仅是为了百姓发声，更是为了这个时代发声。来不及伤感，你快速藏进了运钱车，而你也不断听到士兵讨论营营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你营营很危险。通过偷听士兵间的谈话，你了解到在百姓眼里人人避而不及的熔炉，竟是多少官兵梦寐以求的地方。只因为那熔炉当中有位财神，只要向那财神缴纳供奉，便可以调到熔炉当中当差，此后便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而无数的矛头都将这位财神指向一个身份，是大人。终于，你顺着地图的指引躲避官兵，终于来到了地牢之中。在地牢里，这里有被关押的官员，有九流门弟子，而他们似乎是真正掉到了钱眼中，大喊着钱能通神。就在你在地牢探寻之际，只见福禄寿三人追了上来，而在地牢深处供奉着一副巨大的财神像，而像中之人正是到处搜刮百姓堂钱的史大人，而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原来你早就听闻史大人最近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从前的他万万不可能支持堂前收缴不兑换的政策，而地牢中关押的官员也嚷嚷着要去检举史大人的身份，是他根本不是原本的开封府判官，而是来自未阳城。这是小路告诉你，现在的史大人很可能就是消失多年的与东薛公子齐名的黑财神。黑白财神共治未央，四大掌柜各为其主。一想这背后竟然有如此庞大的势力，能够在开封这天子脚下轻松调换着堂堂的开封府判官，便让你毛骨悚然。在这里你搜查到了一本《钱神论》，在鼓吹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而一张收回的纸条上写了玄林长司，似乎又与绣金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出口的花瓶上，你发现了在清河江书的小屋处被黑衣人打晕后留下的印记。在离开房间后，你中了地牢里钱术的幻术，便晕了过去。等到再次醒来后，只见躺在地上的官兵和满地的买命钱，你当即便想到这是营营的踪迹。就在这时，女将军金火发现了你的存在，同时也暴露了营营的踪迹。或许她进了熔炉里头。我明白了，你和那女的是一伙的，也想进熔炉，对吧？考虑到熔炉外大量的官兵守卫，为了找到营营的踪迹，你与小福三人便准备声东击西。趁着小福他们烧船吸引注意力之际，你便趁机混进了熔炉之中。这里聚集了数不清的开封百姓，他们似乎丧失了神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赚钱了赚钱了。而这里的官兵每个人都在盘算着自己的那点供奉，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财神爷。就在你打开门的一瞬间，官兵发现了你。在一顿逃窜之下，你终于来到了财神爷的房间。在这里，一切都是用钱做的，甚至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此刻的你与熔炉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被眼前数不完的钱蒙蔽了双眼。继续向前，你终于亲眼看到了所谓的财神那副早该死了的嘴脸。众人皆败，你为何不败？姓史的，你是人非神，何以受败？聚宝天下，钱能通神。看着下面跪拜者的虔诚的供奉着，你顿时发现比刚才金钱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贪婪，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欲望。眼前的黑财神幻化作一具巨大的财神像，满身的铜钱充斥着令人作呕的铜锈味，而一枚枚铜钱的背后不知道是多少个无辜的百姓。巨大的身体也装不进内心无穷无尽的贪婪，瞪得硕大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个手里有钱的百姓。你害怕，害怕的不是眼前这个巨大的财神像，而是害怕自己的欲望会战胜自己。可是好在你随身携带的铜钱唤醒了你，
似乎是隐隐站在你的背后，告诉你你并非是孤身一人，因为在你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在等着你。而就在这时，莹莹来到了赵光义的面前，与他正面讨论堂前策的利弊。大人现在还觉得此局是你胜了吗？以大义诛不义，如何不胜？如堂前策，舍一时，立千秋。大人轻言取舍，是只闻大义之声，不闻百姓之声了。欲行大人，则舍小义；会一夜闭目者，永失泰山。一夜闭目，是微末小民，生而无言，死亦无声。纵使是白骨如山，对大人而言，也不过青史上描写一笔。此时的赵光义却依然声称堂前侧舍一时，立千秋。开封城里，在这些达官贵人看不到的地方，看似无言的百姓再次唱起那首人尽皆知的歌谣。可是大人，生而微末者，当真无声吗？苍生无言，侠为其生。苍生无言，侠为其生。而这次你愿意做苍生的那把剑，指向赵光义，发出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一声。而就在这时，你最熟悉的赵大再次出现，而是一种你早已想到的身份。堂前策也正式落下帷幕。于是大宋推出了堂前兑换政策，而国库空虚的大宋没有足够的铜，便推出了早期的纸币，也就是后来的交子。相较于铜，纸真的值钱吗？小孩子都能明白纸不值钱，可是真正值钱的是国家的信誉。只要大家相信官家会为百姓好，那么哪怕是一张写了宋元通宝的纸，也能当钱用。画的饼未必不能充饥呀。所以国家信用才是真正的聚宝盆。东阙公子说啊，若大宋取信于天下，则不出100年，纸做的钱就能通行起来。再以后，说不定连纸都不用。而这次，龟奶奶也拿出了家里的聚宝盆，天车元宝、天福元宝、唐国通宝这些伴随龟奶奶一生的钱币，统统换成了新钱。她也终于决定放下过去，去过新的日子。娘亲，你真的舍得吗？新钱好，换成新的好过日子。娘亲，咱有了钱干点啥呢？恁哥说过，先给你盘个铺子。真是，你管做掌柜了？掌柜，哥，你盘铺子干啥？我腿脚好，走街串巷也能赚钱。娘，咱做点别的嘛。恁哥还说呀，等有钱了，要咱们顿顿吃白面馍了。顿顿吃，那不把别人都羡慕死了？哎呦，买真多。不过，要是以后不打仗了，大哥说的就都能成。没有屠城，不用逃难，顿顿吃馍，必然能治。
真会有那么一天呐。娘！苍生无言，侠雷其声，燕云16声开封篇的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抛开开封故事，在视频的最后或许还疑点重重，韩仪到底去了哪里？若隐若现的绣金楼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河西篇剧情不见不散。好了，如果你也觉得本期视频对你理解燕云16声剧情有所帮助，感谢您留下您的点赞、收藏、转发。对于游戏剧情有不同看法或者视频中理解错误，也欢迎您到评论区讨论。我们河西篇不见不散。故事发生在黄河岸边，你无意间捡到了一个包裹，里面像是一具形骸。你来到竹影居附近，想要找到包裹的失主，却发现了一幅壁画。天色渐黑，你点亮蜡烛，也开启了一场宏大的梦。回过头来，起风了，你便想着到棚子里躲躲，却看到一个女子正在与一只骆驼、一只纸糊的狐狸打牌，3缺1，你便成为了在等的那个人。一局又一局，你已经不知道打了多久，只知道输没了便会走，所以骆驼走了，狐狸也走了，只剩下你与那名说不上名的女子。你们约定最后一把，她说她全押，问你跟不跟。正当你拒绝之际，她一句神仙渡少东家的称呼让你不禁疑惑，因为在神仙渡的那场大火之后，没人知道你，也再没了什么少东家。而接下来她开出的条件，你无法拒绝，要你千叶和神仙渡的消息。一时间，你的脑海里浮现出许许多多的人，而作为赌注，你输了就让答应帮他做一件事情。这一局，你说得很彻底。正当你想要问他要做什么事情时，天亮了，而他便约定明晚再见。第二晚，伴随你再次点亮此处的蜡烛，那名女子出现在了井边，而她嘴里在反复诵读着唐朝诗仙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月到底是什么？或许对别人不同，但是此刻对你与这名神秘女子是一致的，是故乡。她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便是补全眼前这幅画。看着眼前的壁画，里面的人容貌各异，绝不是中原人士。这画里的地方，正是女子的故乡。紧接着，似乎是坠入了井中，也像是掉进了画里。望着眼前的井口或是圆月，你开启了一段熟悉且陌生的故事。望着眼前的井口或者一轮明月，你开启了梦中河西的故事。在梦里，你不再是不现仙的少东家，也不再是开封城里为百姓发声的侠客，而是来到了唐朝，那个你只在史书中听过的地方。推开房门，只见一叶熟悉的扁舟停在屋外，似乎在等待他的故人。上船后，你从来没有想过让船去往何方，而是任由它在水中漂泊，去往他想去的地方。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这是流放南方的韦承庆南中永彦诗中的诗句，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唐朝诗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台时诗意的境遇和寂寞的情怀。继续前进，你看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唐朝，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首你早已听闻的唐代诗歌巅峰之作《春江花月夜》，在此刻更加具象化。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这首王翰的凉州辞官内已是暮春而塞外寒风凛冽的景象，夜听胡笳蛇杨柳，叫人意气忆长安，表现了边关将士梦回长安之情。继续前行，你看到了越来越多之前只在神仙渡的书里才看到的诗句，看到了那些不羡仙过客口中的描绘的繁华的唐朝，那些诗仙诗圣嘴里写不尽的长安。舞榭歌台，亭台楼阁，风花雪月，夜夜笙歌，这是你听多少不羡仙过客的故事，看多少话本都想象不到的繁华。此时你也在幻想驾着一叶扁舟的你也是大唐的一名普通的百姓。而在这时，大唐的大厦顷刻间坍塌，箭雨落石无情地砸在楼宇之上，一时之间火光四起。你明白，这是安史之乱，外族入侵，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看着眼前分崩离析的一切，你无能为力，因为你也只能远远地在梦中观望。即便你想用尽全力去触碰那唯一大家共有的一轮圆月，却坠入了历史无穷无尽的长河。等待再次醒来时，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而对于西域的控制早已力不从心。此时边疆各族对唐朝早已虎视眈眈，而现在吐蕃已经入侵到陇右道，让河西成为唐朝无法控制的沙洲。长安看不到河西，河西也望不见长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两边唯一的联络似乎只剩下天上的那一轮月亮。望着眼前的这片沙地，河西的故事在你的眼前再次重现。曹老板，我可算是把你抽下了。我就是想去那黑飞尘，你把我带上。我掏钱，我掏钱。哎呦，最后一程了，复习。曹老板，真人不露相，可算是把你见破了。曹老板，真人不露相，可算是把你见破了。只见一个老头坐在这片沙地上，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一些奇怪的话，似乎是想请求一个姓曹的老板带他去黑水城。没错，黑水城，那个楚清泉牺牲的地方。村子里的人都叫他麻布袋，因为他身后常年背着一个麻布袋，没有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也没人知道袋子里装的什么。在这兵荒马乱、黄沙漫天的河西，所有人全当是一些值钱的东西。那个背麻布袋的，没钱子的了，赶紧过来！就在这时，远处有个人招呼你过去，他叫八字胡，正是麻布袋请求他帮自己带起商队离开村子，同时相应麻布袋要向他支付报酬，一个不够，再2个还不够，最后5个。终于，麻布袋把自己身上仅有的8枚钱币全部给了八字胡，而刚才麻布袋嘴里嘟囔的那些话，也是八字胡教给他好说给商队老板曹老板听的。八字胡带麻布袋见到了商队的曹老板，麻布袋尝试着复述八字胡教给他的恭维的话。每年曹老板见过想进商队的人很多，有不带货顺路的，有带货卖钱的，可这带货不卖货的，麻布袋还是头一个。这不禁引起了曹老板的好奇。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除了性命外没什么东西值得随身携带，可是嘴硬的麻布袋死活不愿意拿出来，这也让曹老板失去了耐心。就在这时，八字胡替你说话，仅仅一句七娘的干兄弟，七娘替他担保，便让麻布袋顺利进了商队。吃喝自负，带路不带人，你走吧。走。原来这几个月里，麻布袋一直跟着七娘任劳任怨，而他不图钱，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进商队。就在麻布袋帮商队干活时，七娘招呼他过去。姐，你怎么来了？不行，我来。昨儿装好的馍咋又掏出来了？给。我有呢，我带了馍了。村里干活的都有份，不单给你。你不要，是看不起我寡妇做的？要呢，我要呢，我带上。怂样！我晓得你是不会回来了。你是个实心人，帮我干了1个月的活，啥也不图。路上不太平，在外头多个心眼，莫被人欺负了也不声张。拿好馍，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走了。我欠你。说起七娘是谁，她是村子里寡妇，也是村子里当家的，更是商队曹老板的姐姐。曹老板商队远行，每年都会经过村子一次，
这也是姐弟俩少有的团圆时刻。而转眼间又到了送别的时刻，村子里的人能做的就是一句平安的祝福，可只有路上的人才更懂离别的苦。朝夕夜短，贴心怀长。一条条沟来，一日颗颗芽。哥哥，你啥时候都别把我忘，别把我忘。歌响好姐姐天天望，天天望。不知商队走了多久，夜深了，商队便驻扎下来准备休息。商队里的孟大郎眼看麻布袋的袋子时刻不离身，别打听起袋子里的东西，可麻布袋却是只字不提。就在这时，曹老板煮了一壶大抹茶，这在不太平的年代可是稀奇货，但麻布袋丝毫不感兴趣，在他心里只有心心念念的黑水城。可就在这时，曹老板告诉大家，这次商队要改到不去黑水城了。听到消息的麻布袋顿时便慌了神，原来黑水城还在打仗，边境波尘族频繁的入侵，导致商队为了安全不得不改道而行。在曹老板告知大家改道不去黑水城的消息后，无奈的麻布袋挨个说服众人，而麻布袋也真正了解到了这片茫茫沙漠背后的暗藏的危机。孟大郎告诉麻布袋，这沙漠之中有种叫做座山雕的鸟，专门去吃在沙漠中的活人。而商队里的小莲是为数不多能够跟麻布袋搭上话的，因为他也听闻黑水城的驿站一役过一夜，一起如流星，只不过这是他第一次走商队，由不得他做选择。无奈之下，麻布袋将最终的希望寄托在曹老板身上。逆向可子子可，自己一个人那不是找死去了吗？就是这呢，多车难过，多人难活，我们不愿走这个呢，你好好想一想。麻布袋自己也知道，离开了商队，在这黄沙漫天的沙漠里，只有死路一条。而他能做的，就是跟着商队离黑水城近一点，再近一点。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执着于黑水城，就像没有人知道他袋子里究竟是什么。就在商队行进之际，只见一个孩子挡住了去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他奶奶的，吓死老子了！你个瘪腕还装！快跑，撤！留下买路财，留下买路财，留下买路财！快好了！就在劫匪洗劫商队众人时，劫匪发现了麻布袋的鞋子。这个鞋子很特殊，比麻布袋的脚大一些，上面隐约绣着河源二字，似乎是谁留给他的。可劫匪一眼辨认出了这是唐兵的鞋，而劫匪的瞎掉的一只眼睛便是汉家人所致，所以他恨极了汉人。面对麻布袋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唐兵，劫匪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封书信。原来麻布袋本名刘三阳，是清泉驿的马曹。有一日，有个唐兵带着一个麻布袋在去往长安的路上死在了清泉驿的门口。面对着兵荒马乱的年代，驿站里的人所剩无几，于是清泉驿的驿长陈忠连同清泉驿的孟罗、刘三阳便担负起将麻布袋送往长安的担子。无奈环境恶劣，陈忠、孟罗都死在了送袋子的路上，只留下刘三阳一人继续前进。而这便更加引起了劫匪对袋子里的宝贝的好奇心。呀，那布袋里的东西18烂件，你就给我留下啥呀？我把你求上了，呀，给我留下，那不值钱，那是陈哥的命，我得送上去黑飞城呢。麻布袋磕头如捣蒜一般向劫匪证明自己不是兵，麻布袋里的东西也不值钱。
可是商队冒这么大风险，为的就是赚钱这件事情，劫匪又怎么不明白？而就在这时，怕死的巴斯虎跳了出来，向劫匪证明麻布袋的汤只顺路，不卖货。说着，还顺便将麻布袋给他的8文钱如数奉上。劫匪不可置信地望着这几枚铜钱，陷入了沉思。原来，早在巴斯虎拿到这几枚铜钱时，便察觉出了异样。原来，相比于寻常的铜钱，麻布袋的铜钱要薄得多。原来这是西安都护府的大力元宝。安史之乱后，由于这支军队与大唐失去了联系，孤悬在外，便铸造了这批制作粗糙的铜钱。行，好，真他娘被我撞上了。走，收工。不干了，老子今天吃斋，2文钱正好买个素包子，让他们滚。真不干了？要不，等会儿回马枪给他们做了。你用得了几副棺材呀？这点肉也做？是好事，老子还清了，老子快活得很。是好事，是好事。吃包子带带我，好外甥。劫匪望着铜钱出了神，似乎在回忆些什么，竟然放了商队一行人，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还清了。劫匪走后，麻布袋着急去拿到自己的袋子，可麻布袋汉人的身份对于这支商队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曹老板不得不将麻布袋赶出商队。看着眼前商队里的众人，麻布袋没得选。兄弟，你看我们这队里，孟大郎也卖了20年的药，也家里娘们子也病了20年了。华坨坨也不是个干净人，但也在原墩子村里有个相好的了。子弹也脑子脑个的了，也跟着我们走到现在了。还有小莲也才讲讲合适，今年头1回苦院门。兄弟，大家都想着活了。曹老板，我怎么办呢啊？我也想活，我也想活呢。巴斯胡将仅剩的4文钱还给了麻布袋，却没留给他水。在这茫茫的沙漠之中，没有水无异于死路一条。正当麻布袋崩溃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沙漠之中。给我，你这我带2个，给你1个。哦，为啥啊？我也是。父，你往敦走，是想回家吧？回家。你也小心些。好，平平安安的，咱长安见。走了，父。我一定还你啊！麻布袋看着眼前的小莲，看着久违的汉人，想着长安见了约定，便带着那仅有的一个麻布袋，一把随身的刀和一壶水，走上了前往黑水城的道路。而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艰难。沙漠地区环境多变，忽然席卷的风沙让他寸步难行。可是他知道，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里，可能一眨眼的功夫就迷失了方向。而现在他也只能趁着商队还没走远，摸索着隐隐约约的痕迹前进。独自一个人的麻布袋没有任何依靠，一阵风沙便能轻易将他吹倒。狐狸调走了他唯一的那壶水，也调走了那唯一的命。麻布袋没办法，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拿回那壶水，这也是他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完蛋了，这是哪大厦？
长途跋涉，滴水未进，还有肩上从未离身的麻布袋都将他的体力消耗殆尽，他彻底迷失在了这片茫茫沙漠之中。麻布袋看着远处隐隐约约出现的风碎堡，即便他已经分不清是不是幻觉，可那已经是他生还的唯一希望。唐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掌控，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建了上百座风碎堡，形成了韩语远如点、边锋互相望的边关军事堡垒。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对这片地区的掌控，无数的风碎堡也被荒废了。在路上，麻布袋看到了一口井，如同看到了长安一般飞奔过去。他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一桶数不清的沙子淹没了他最后的希望，他只有继续走，继续走。麻布袋已经忘记自己走了多久，而眼前忽然出现的狐狸的影子给了他再一次活下去的希望。他继续走，从白天走到日落，可茫茫的沙漠中，感觉每走一步都是一模一样的景象。麻布袋看见一个又一个荒废的井，他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欣喜，而是一次又一次失望的前进。终于，疲惫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他继续走下去，夜里流动的沙子将他无力的身体冲倒，伴随居无定所的沙子流了下去，随身背着的麻布袋也掉了下来。而就在起身捡起麻布袋后，一个若隐若现的东西浮在流沙表面。怎就没了这？是水壶，不是生命。麻布袋激动地捡起水壶，可水壶里却一滴水也没有。这次，麻布袋再也没有了前进的力气，更多的是没有了前进的勇气。他无奈地瘫坐在沙漠里的枯树旁，而他也是沙漠里麻布袋唯一的陪伴。忽然间，起风了，沙漠里的沙子很轻，很轻易便被吹了起来。麻布袋意识到这是沙暴。面对眼前迷失的方向，沙暴，没有水的水壶，麻布袋的脑海里回想起小莲的那句“咱长安见”。他知道，长安，他见不到了。面对沙暴，麻布袋漠然地站在那里，他没有跑，没有惊慌，而是静静地等待这一切的到来。忽然间，一声鸟鸣打破了这片寂静，是座山雕，传闻中专治沙漠中的活人。就在这时，座山雕的追赶似乎让麻布袋有了方向，远处出现的风碎堡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终于，他点燃了风碎堡的烽火，驱散了沙漠中的座山雕。沙暴越来越大，这次麻布袋意识到，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一阵沙暴过后，或许是上天也在怜悯这个苦命人。麻布袋如同屹立在沙漠中的风碎堡，在这场沙暴中艰难地活了下来，而那只狐狸也闻到了它的味道。而在醒来后，他身上背着的麻布袋却消失不见了。活不成了，都不叫活了，人不叫我活，牛不叫我活，哎，连这老天爷也不让我活呀！我都发了孙不臣，孙不臣非得孙，大骡子叫孙，那自个光扑个嘴，到头就死了。啊，长安，回长安的吗？他当唐比还风光呢。论西一到阿不多里的，朝一站，朝上对，光哈的，不干的，还有蹲手枪的，这早都木唐人了呀！我一天不离身就这么背哈，我是放不敢放，看不敢多看，我就怕一看看下落了，犯下差错让你们不死。我这么些天走下了这么些天，老天爷是要绝我的呀！哎，老天爷不叫我们回去啊，陈哥，老天爷不给活路呀！哎。
老天爷呀，你也不叫坏呀！对他而言，麻布袋的丢失还不如让他死在那场沙暴之中。在一阵晕眩后，麻布袋被当地的村落救了过来。他们告诉他，要不是命大，早就被一座山雕吃了。他叫阿宝，是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汉人。而在地下的村子里转了一圈后，麻布袋了解到村子里小到刚懂事的孩子分解砂石，上到70、80老人背土挖井，甚至失去双腿的村民都在编织土筐，而他们所有人唯一的目的便是挖井。而麻布袋又何尝不知道，在这茫茫沙漠之中，别说挖井，就连见到一口水都是困难。而热心的村民在干活的同时，还在为他丢失的布袋着想。就在这时，阿宝递给麻布袋一壶水，告诉麻布袋他们有井，整整14口半井，130里去。而这么多井，正是村子里20户勤劳的村民一筐一筐挖出来的。阿宝带麻布袋来到上层，而麻布袋也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都说了，一筐一筐挖的，你说非撒沙子里找不回来。我爷爷也这么说，他就我姥爷是腿瘸，他也这么说，人的命跟飞一样，撒了就找不回来了。他生在这是天不让他活。我不喜欢他这么说，我姥爷也不喜欢，就跟他吵要挖井，喏，就是这口，非得叫他看看撒沙子里的飞能找回来。你们这些人跟老天爷讲，图个啥呢？这路就没个头，非得顺，你自己个又见不过，一个的。就算见不过，也挖出来了。我姥爷挖了一辈子，自己没有吃上过一口，我爹娘也没有吃过。但是你吃上了，你看，天叫人活的。活的。而就在阿宝前往深处找寻东西之时，传来了阿宝的呼喊声，说是有一个狐狸偷他的水。而狐狸的出现瞬间便勾起了麻布袋的记忆。走近一看，只见麻布袋丢失的袋子里是一袋黑黢黢的种子，白蝶种子。原来在当时的唐朝，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原地区，富家子弟可以通过珍贵的狐狸皮、貂皮等动物皮毛用来御寒，而平民百姓只能通过马革甚至草皮来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冬。每年有大量的百姓死于严寒的冬天，而城中孟罗用生命去保护的正是棉花的种子。麻布袋临行之际，阿宝问他，以前的陇西道是什么样子？唐人的兵什么时候回来？麻布袋没有说什么，将自己身上剩下的铜钱都给了阿宝，便背上麻布袋继续前进。大理是哪一年啊？是个好年。在麻布袋离开村落后，只见那只狐狸似乎在等待着他，而顺着狐狸的方向，麻布袋来到了黑水驿，那个他心心念念的方向。而在这时，面对着黑水驿隐隐约约出现的人影，麻布袋像是遇到了故友一般向他招手。可几次呼喊没有得到回应的麻布袋走近一看，只见一柄锋利的刀刃刺穿士兵的胸膛。而这时，黑水驿内村民的呼喊声让麻布袋陷入了恐慌。麻布袋来到驿站里，遇到了商队一行人。原来波尘有血商队一行人欺骗黑水驿的士兵大开城门，攻占了黑水驿。而这时，麻布袋注意到远方甘州乌户的士兵经过，想要请求乌户的支援。寻找麻布袋看到远方经过的甘州乌户士兵正打算寻求帮助之际，商队里的八字胡发现了麻布袋，因为害怕自己因为欺骗唐兵打开了城门而被清算，于是便阻止麻布袋向乌户士兵求援。八字胡在将麻布袋掐晕过去后，贪心地拿走了他随身背着的袋子。在麻布袋醒来之际，看到袋子丢失后便着急地找了起来。就在这时，波尘杀死了八字胡，而那个袋子也被遗落在一个角落，而在袋子旁边的正是之前曾经给他送水同为汉人的小莲。
就在麻布袋让小莲背着布袋准备逃走之际，波尘发现了他们的踪迹。面对约定长安见的小莲，多少人牺牲生命保护了种子，麻布袋看到了曾经的战友在与自己一同作战。能回去？刘三儿都能回去的，回长安。大骡子，你说长安早就不管事了。放你娘的屁！老子还在这儿呢！嘿，群丧家之狗！放不了！陈哥，哈哈，我就说你是个兵。刘三儿，来帮忙！当那一柄匕首出鞘，化成一把锋利的唐刀，那一刻，他不再是麻布袋，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兵。他像一名战士，即便穿越这片沙漠已经筋疲力尽，可还是用尽全力厮杀起来，因为他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仅仅是河西，更是大唐。面对一次又一次进攻，身受重伤却丝毫不退，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他终于如同一名将军一般倒下。他倒下了，小莲悲痛地告诉他，种子被鲜血浸润了。这样的种子是留不住的。此刻他知道，一旦他失败了，未来会牺牲更多的麻布袋将种子带到长安。这是哥，欠大理15年的。可是大理还有15年呀！伴随着麻布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而倒下，他知道长安他回不去了。而眼前的小莲还年轻，那湖水他有命还了。这时空中出现了座山雕，让他想起了什么。商队的伙伴告诉他，座山雕爱吃活物，而他们一般会从象征活物的眼睛吃起。于是他安然地躺下，将种子撒在了眼睛上。鸟类是没有牙齿的，它们将种子完整地吞下，保留在温和的肠道中，朝着东方飞去，将一粒粒种子排泄在长安那个刘三阳心心念念的地方。于是落在长安的白蝶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起初没有人认识它，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直到那年冬天，看着从西域前来经销的商人拿出一朵朵洁白的棉花，宣传他们御寒的衣服时，有人认出了洒落在长安的棉花。此后直到宋末，当一朵朵洁白的棉花开满神州大地，也带着麻布袋的眼睛看遍了那个他的长安。